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上周五啊，美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这轮反弹和震荡呢，是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我们看到啊，美股在3月7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呢，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出现大概率会出现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反弹到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压力位附近之后，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行情在这里面震荡的可能性再次出现啊。那么出现震荡之后，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316这一天的一个单独的独立的阳线。那这个阳线呢，可以作为日线级别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行情就有可能出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也就是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之后的日线级别反弹，那么就有机会冲破144均线和169均线，重新站到33000点。那33000点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是上轮行情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中枢位置这个压力附近因此呢，本轮行情有2个痛点第一呢，目前是反弹和震荡的趋势反弹震荡趋势当中。我们要把这个316的这一天当做悟空阳线，然后向上推如果能冲破144均线32500，那么上方呢就有可能重新回到33000点附近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加息逐渐减缓下的一个多头的可能性。那在经历了到周五的上周五的一个回调之后比特币重新接近了28000美金。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本轮的这个微弱的反弹，主要是围绕28800点快速下杀之后进行的一个回补性的动作。那么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次回补非常快速然后缓慢的下跌然后又缓慢涨回来，那么上方就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箱体结构。在箱体结构当中上方最大的阻力位是接近高点的位置28500美金如果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向上的空间将要打开。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它是进行的是第3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了穿越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站上了19500美金从去年6到10月份的一个波谷压力位。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1月20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第2轮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那么后面的行情震荡下来，那么第2次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布失败那么在失败之后呢，我们看到比特币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新的悟空阳线来自于312这一天，312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最终呢形成了接近高点28868。那么行情再次重新启动，需要一个新的悟空阳线作为标志性的阳线。那么如果出现新的悟空阳线，前高附近必然会被突破因为悟空阳线我们看每一轮的悟空阳线呢，它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中阳线非常有标志性的中阳线。那么启动信号我们耐心等待，但是仓位呢要有要布局进去。因为除了日线级别有上涨可能性之外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1月9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后面行情当中走八节阳线组，然后是沙僧阳线。那么在周线的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那么目标点位呢是在32000美金。为什么说这个目标点位是在32000美金呢？原因是我们看到144均线在这个位置是有阻力位的所以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在高位的一个插针动作因此呢目标点位给到这里。同时呢，在结构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方形成了一个平头哥的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还需要时间去消化。那么通常来讲一段行情能够得以发生突破上方总会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峰
啊，这是根据江恩的波峰法则啊，44等位置波峰法则来确定的。那么目前对于小时线的比特币啊，上方我认为仅仅存在了3次波峰啊，3次波峰，然后还有可能在平头哥啊28500这个位置上回踩下来之后啊，再行发生突破。那么总而言之呢，目前仍然是一个多头行情。同时我们观察到了比特币之前的行情当中啊，是和美股背离的啊，也就是说美股发生下跌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上涨啊，并且上涨幅度非常巨大啊。那么一旦美股发生强烈反弹，那么就会同步于比特币出现新高，不断上行啊。因此呢，目前仍然是多头趋势，建议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把仓位打散，把这个筹码的平均价格打下来啊，最终呢才容易获得后面行情当中牛市行情当中牛市启动之后啊趋势上的利润。分析一些强势的币种啊，首先啊 JOE 啊，它是 DYDX 啊，类似 DYDX 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啊。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上涨的时候啊，它曾经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然后对称性的回调，踩到144均线和169均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因为这个位置它基本上是同步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回踩位置啊，然后重新启动之后出现巨大阳线，那么这根到达0.5美金的巨大的阳线，我认为就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啊，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啊，昨天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那么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息优。同时呢，这个 JOE 去中心化交易所和最近最火的 ARB 这个 ARB 新上线边平台的 ARB 有着关联有着关联，在这个 JOE 平台上可以进行ARB 的交易，所以呢它是一个热点币种的关联性平台币因此呢在突破之后特别是站上144均线、169均线，走出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之后，就有机会走出周线级别的日线级别的上涨息优走这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同样有巨大机会。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2周的成交量异常，那么量价齐升往往是继续上行的表现之一所以呢 JOE 是我会员群频道早在1周之前就开始埋伏布局的币种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我个人最喜欢做的还是 CFX 这种龙头币种龙头币种呢波动性强被套之后也容易解套解套方法呢我在前面反复很多次都说了。然后我们看一下 CFX 和这个 USDT 的一个现货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这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做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息优的调整形成下跌的收敛结构之后在下跌收敛结构末端发生了一个反弹，那么反弹的时间级别同样是日线级别上涨息优这个位置呢是学员问到我的它的一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我们看到有悟空阳线之后它走8阶阳线，非常复杂的沙僧阳线中间有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那最终呢，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走完走完之后呢，它的回调时间级别超越了4小时级别，所以呢，目前它的回踩的时间级别也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到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找到它的一个支撑位和突破位。那么回落的时候它的一个可以补仓的位置是0.38美金附近这是小时线144均线和169均线一个支撑位。那么第二个进场的位置，你要把这个均线延伸过来，所以呢，我当时告诉大家0.32附近做一个补仓动作那么目前这个补仓的仓位呢是有一定获利的不到10%的获利然后呢，你还要重点观察的是把时间级别调整回来，看小时线级别，那上方的0.37均线系统144均线、169均线0.37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如果 CFX 能够出现反弹和反转0.37美金是一个痛点，如果能够突破，上方空间会重新打开那么在周线级别上 CFX 有着更精彩的看点
啊。那么首先是1月23日啊，走出了这一周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8件阳线组，非常复杂啊。伴随的回调65%的回调异常巨大，但是最终呢这几个龙头币种走出了沙僧阳线，那么未来呢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我一直在说给出的它的目标点位是0.7美金几乎解放了全人类前面套牢的筹码几乎都能被解套。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和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